分享一下这把红龙 KS82。第一次上手这个 KS82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还是蛮激动的。一方面它是红龙推出的第一款 Gasky 结构键盘，其次它在外观风格上相对红龙以往的产品线如果不是上面印着红龙 logo，我是不会去把这个品牌和这个外观联系起来的，有点刻板印象了，属于是。视频开头还是老规矩先是省流环节。键盘一共有蓝黑两种配色分别搭载青玉轴和铂宁轴，目前只推出了单模的版本，首发价格是279块钱。其实这把键盘也是有3模版本的，但就不是以红龙这个身份亮相了。如果你需要3模的版本，可以再等个1个月左右。先说外观在这蓝黑两款配色里面我个人是非常推荐这个蓝白渐变的，配合 MDA 高度的键帽。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来类比那就是瓷器。键盘在光线照射下的质感，差点让我以为它是一把我买不起的键盘但细看之下，键盘表面的平整度和一些键帽上的细节处理，也还存在这个价位的局限性顺带一提这套键帽的制服是透光的，在开灯之后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相对的缺点就是制服和键帽的素材对比度不够高这一点是在蓝白款比较明显会出现一定情况下的不开灯看不见制服的情况。如果介意这一点的话，就选水墨配色就 OK 了。键帽的细节部分空格底部略微有一些毛边，这点到手用指甲一抹就可以处理掉了。充电口部分设置在键盘的侧面，随包装附赠了一根90度弯折的吸口数据线。这种侧面出现只能说是有利有弊了。如果你桌面的纵向空间比较小，侧面出现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的节省桌面空间的相对的就和刻字化行差线无缘了，没办法使用底部是常规的2段式脚撑，周围有8颗固定上下盖的螺丝，也更容易做到无损拆解。整体看起来外观细节部分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它还是比较优秀的了，绝对不是那种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廉价的键盘。轴体方面海木的青玉铂宁轴2款都是主打轻压力的轴体，参数我就放这里了，需要的话可以截图参考这2款轴体对比初代差距还是蛮大的，在润滑上盖都做了一定调整轴心的稳定性和顺滑度在200元档的键盘中可以说是找不出对手了。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KS82 把大键上的轴体加重了10克大键位会更加的跟手，能兼顾到这一点真的很不错顺带说到大键这次终于是把之前那套早该入土的卫星轴给换掉了重新开了一套模具。这个空格不能说是无敌第一梯队是妥妥的，小键部分就略有欠缺了，地位板和卫星轴结合的精度不如空格位置这一点以后还是有改进的空间。接下来就是键盘的拆解方面通过卡扣和螺丝固定上下盖，主要的受力点还是周围的8颗螺丝卸下之后用指甲就可以轻松分离上下盖了。分离之后可以发现它的上盖和定位板之间又有卡扣固定，所以这里我就先把底下的排线拆开，再用撬绑来操作上盖和定位板之间的卡扣。内部的夹心棉和底面用的都是 EVA 材质，硅胶垫片直接注塑在定位板上材质偏硬，所以键盘的形变中部会比较明显，两边的话就相对的会硬一些一颗上除开本身的 EVA 泡棉，还有2块小型的方棉一方面可以给键盘中部提供一定的受力位置，也是给未来的电池留出一定的空间。左边还有一块分离小板，通过排线和 PCB 直接连接，整体的内部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填充方面略有欠缺芯片方面采用高特轴座，外加背印 BLK916 主控这个方案还是大家比较熟悉了。键盘是单模的颜值这方面就不需要过多的测试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总结一下这把键盘，279的起售价，单模配置，在目前卷王遍地跑的现在乍一看是没什么性价比的，但它起码没有为了去做超低价牺牲外观和轴体在这个价位有一定 ID 设计，本身就是这个低价位键盘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当然除开外观这是提供的轴体也是这把键盘的加分项。要知道这个轴体是单卖2块钱一颗的，在这个价位基本上是找不出什么对手了。当然这把键盘也是有缺点的，内部的填充还是略微欠缺了一些，上手没什么分量感。好在它拆解难度并不高，想直接加填充也不是什么难事。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